2026年4月1号，我花了170块买下了这台1993年生产的嘉陵70摩托车。曾经的它作为无数80、90后的经典情怀回忆，如今却被它的主人遗弃在这。于是我按1元1斤，一共136斤，就把它带回了秘密基地，对它全车修复，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。初次相见，它的车况真的很差，仪表大灯支离破碎，就连前轮都不知所踪，全车上下几乎都出现了锈迹，难以想象发生在它身上的故事。而现在，先确认发动机还能不能启动。幸运的是，发动机内部并没有卡死，还能转。当我踹了几脚打火棍，发现没有半点阻力，非常的轻，像是发动机缺少钢压一样。于是我拆下了它的火花塞，并且给它接上了钢压表。如你所见，发动机确实没钢压，而缺少钢压无非就是活塞或者气门没有密闭性。我只需要往火花塞孔内注入一点机油，对活塞进行临时闭气，这样钢压就能重新恢复。现在你们在听脚启动声音，钢压已经上来了。接下来我就要给它换掉旧机油，为唤醒发动机做准备。但是放出来的机油怎么那么少呢？我也只能期盼着它不要出现烧机油的情况。现在先来检查一下电路，我先是用搭电宝给它通上电。由于我没有这车的钥匙，不过不要紧，以前的经验让我知道，我只需要从它电门锁那里强行连接2根线，就能给车通上电。接着把高压帽拔掉，检查电路有没有问题。可以看到电路已经通了。卡尔库的充气搭电一体机还真挺好用，个头不大，能方便随身带着，而且还能给轮胎打气，并且还预设了小汽车、SUV、单车这些气压，同时也可以自己设置数值，充满就自动停止。接好打气管，设定好胎压值，不到1分钟就充满了，而且还能给汽车搭电。只要接上正负极，亏电的车就能轻松打着。经常露营自驾的朋友在车上备胎，关键时刻不求人。最后再把化油器拆下来清洗，因为化油器作为发动机的心脏，它控制着整车的喷油量以及进气量。摩托车停放时间长，它内部会堵塞，从而导致摩托车启动不了。没想到里面全生锈了，但这个油浮子居然是纯铜的，这估计用几十年都不带坏的。现在把它的主梁孔、怠速梁孔拧出来，接着用化油器清洗剂把它们内部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清洗完成后，怎么拆的就怎么给它装回去。接着重新装回车上。由于这输油管因为老化已经断裂了，临时应急我只能先是用矿泉水瓶单独给它供油。现在它的钢压也有了，油路也通了，也有电有火，它满足了所有的启动条件。现在尝试脚启动，把它唤醒。正如你听见的，它的发动机声音相当的暴躁，那种熟悉的排气管味道把我的童年记忆唤醒了。当烟雾散去后，我才发现这台老车再往下面一直漏油，看来明天我还是要对发动机拆散，对它内部进行维修才行。我们明天再见。这是我花了170元从废品站拉回来的嘉陵70摩托车。原以为我捡到漏了，当我把发动机启动那一刻，排气管一直冒烟，就像是烧机油一样。并且发动机底部也确实漏了，一直往下漏油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33年前的发动机进行大修。这是我第3次维修发动机，为了显得我专业些，这次我搞来了一个发动机维修的翻转支架，并且我还给它喷成了我喜欢的粉色，现在和我的工具也搭配起来了。嘉陵70的发动机，它采用的是卧缸结构，优点是极其省油，据说给它闻一下汽油的味道就能跑起来，但缺点就是动力较弱，所以这种机器通常被应用在小排量的车型上。从缸头发黑的颜色来看，让我感觉不妙。这是它的气缸头，我看了下，气门间隙是没问题的，但拆掉中缸后，缸体有了明显的划痕磨损，这就是导致烧机油的罪魁祸首。
同时活塞也可以宣告报废了。现在拆开它的离合器边盖，这种十字螺丝一定要用冲击螺丝刀来拧，不然会划牙。这是它的离合器，需要用专用的4爪套筒才能拆。最后把曲轴箱给拆开，取出里面的齿轮。也许是它很多年没被保养，又或者加到了甲基油，它的内部非常多的油泥，并且它的缸体和活塞已经彻底的报废。为了给发动机内部清洗干净，我买了这台超声波清洗机，它的价格让我肉疼，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朋友装修也得花不少钱，资金突然周转不开，急得睡不着。我推荐他试试抖音钱包里的放心借，打开抖音，点我的钱包放心借，点击查看额度，最高可借30万，还有不定时的免息活动、返现活动，等资金到账还上就行。现在发动机的内部油污已经彻底清洗干净，这是我新买的钢套以及活塞，换上就能解决烧机油的问题。原车的磁电线圈也没法用了，我也换了新的。并且发动机漏油的问题只需要换上这套大修钢垫就能解决。最后把发动机装回去。现在来修复一下它这个氧化严重的外观。我先是用喷砂机去除掉它的氧化层。喷砂完成后，它的外观也变得干净些了。由于我想把全车改装成这样，所以发动机还需要喷成白色。就是这种奶白奶白的样子，像个玩具车一样。最后给它暂时固定到车架上，对发动机启动测试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发动机的动力异常的暴躁，甚至还一直喷火放炮，我感觉它还能再战10年。明天我就要把全车拆空，对全部零件进行修复改装。在今年的4月3号，我在废品站第一次见到了这台嘉陵70，我觉得它很适合拿来改装，并且也是一代经典的车型。于是我按1元1斤，一共135斤，就把它拉了回来。到家第一件事，我就迫不及待给它全部拆散，检查了各部位的零件，没有一个是好的，该锈的锈，该烂的烂，几乎全部的零件都需要重新修复。如果想改装成这样，就要先从它的车架开始。图片的车架是白色的，所以我先是用喷砂机对它原本的黑色进行扒皮处理。这台嘉陵可能00后的朋友没见过，但在以前它是大街小巷最常见的交通工具。这是喷砂机处理完的样子，很干净，我也是很满意。于是我顺手给它喷上一层环氧底漆给它防锈，等待油漆晾干的时间，先来修复全车的外观件。这个挡泥板不知道是不是被撞过，有一个大坑，我直接用大锤一点点把凹坑给砸了出来，紧接着再给它刮涂一遍腻子，填补掉细小坑洞。等待干透后就进行细致的打磨，现在挡泥板也平整了，并且其他的零件我也顺便打磨了一遍。现在全车的外观件已经准备就绪，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喷漆改色了。而这就是喷漆完成的效果，我很喜欢。现在外观部分的修复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可以进入机修环节了。这是它的发动机，历经了33年的岁月侵蚀，现在的它早已漏油严重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拆开它的内部进行检修。这是它的缸体，可以看到已经有了明显的划痕拉伤，如果磨损过大，就会造成发动机烧机油的问题。这种4冲程的单缸发动机，它的结构并不复杂，我只要细心点拆装，应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。
现在发动机已经分解完毕，可能是很久不换机油，又或者加到了假机油，它的内部非常的脏，所以我买了这台超声波清洗机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最近拍改车视频，手机内存总是不够用，现在新机内存涨价太狠了，转买二手才更划算。我这华为 Mate 40 Pro 才花了1300，比发售价便宜了3000多，毕竟是华为的王牌机型，用起来比现在的千元机爽多了。而且转是专业二手平台，有几千人的质检团队，只卖通过检验的正品真货，非常靠谱。这些就是清洗完成的效果，干干净净的我很满意，并且我买来了全新的钢套以及活塞，原本的磁电基线圈也没法用了，这是它的大修钢垫，换上就能解决发动机漏油的问题。现在它的内部已经被我修复完成，但外观掉漆氧化非常严重，所以依然是用喷砂机清除掉氧化层。最后再给它喷上高温漆。至此7大件已经修复完成，修好的发动机先暂时固定在车架线，我先来修它这个锈迹斑斑的轮毂，它的钢丝条已经全部生锈，根本没法用了。顺便给它们重新喷涂一遍油漆。接着换上新的钢丝条，最后再给它做个简易的动平衡。把修复好的轮毂也装上车，最后只剩下减震了，可能至今没有被维修过，它的油封已经完全老化了。我先是对它表面油污清洗干净，并且我买到了一副原厂的油封，换上它就能解决漏油的问题，顺便也给它的减震油重新更换，最后再用抛光机对它的外观进行简单的打磨。这根减震就算是修复完成，锃光瓦亮的感觉我很满意。现在把全部零件装到车上，并且我也把其他的配件改成了黑色，这样也能搭配起来了。至此，这台在废品站170元买来的摩托车，经过20天的时间，被我修复改造成了我喜欢的样子。现在的它已经可以成功启动。就是这种熟悉的发动机声音，像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老车可以翻新，但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了，所以喜欢做的事就去做，不要在乎所谓的意义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见。